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阿星现在在美丽的新疆吐鲁番的鄯善县。那我今儿来这个地方是土峪沟的麻扎村。大家看我的身后，这个伊斯兰的清真寺。来到这儿，这个风景仿佛置身于中东某个国家，非常的漂亮。另外讲一句这个清真寺的背后那个山坡看到没有，就是著名的火焰山。这会儿温度是特别的高。这个村子叫麻扎村，它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麻扎在阿拉伯语里头是圣人的墓这个意思，也就是说这个村子是守墓人的这些后代延续下来的一个村子。这些圣人是哪几位圣人呢？总共是6位，其中的5位呢是大家都知道，这个7世纪初期这个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，那他的5个弟子是不远千里来到这儿传教，然后在这儿呢，第一个信教的人是一位牧羊人。后来这6个人呢就相聚，就去世以后埋在了那个山坡上，然后这个就是圣人墓，就是麻扎，然后这个村子呢叫麻扎村。今天咱在这个村子里好好的逛一逛。那这个村子呢也是中国第一批的传统古村落，也可以说其实我来这个村子是中国可以说是最土的村子。这怎么土呢？咱逛一逛就知道了。来看一下近处，看看这个清真大寺叫土峪沟北清真寺。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大家来到这儿，你看都要拍个照，但是现在呢是进不去的，关上了。里头好像正在修缮，很漂亮。在这个村子里溜达溜达呢，你会发现，有一些房子残垣断壁，都破败了。因为有一些人呢就离开这个村子，这个村子现在人不是很多。然后这个村子就是所有的房子全部是拿生土建的，这也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生土建筑群的一个村。这就是当地的粘土，然后里边呢有很多麦秆，这麦秆加进去呢，它就产生了这种撕拉的感觉，就不会让它裂开。它这房子最高的基本上就3层，然后大多数是2层。那1层呢住人，那2层呢经常会看到，你像那样子，或者这边。它有这种镂空的，就是一小格一小格的这种房子，这是干啥用的嘞？就是晾晒葡萄干，因为它里边通风，然后上面有顶的话也不怕下雨，全是平顶，然后都是泥巴的。这样的建筑你放在比如说南方地区那一下雨呢全都淹没了，全都化了。但是唯独在新疆这里干旱少雨，它就可以是平顶，可以用泥巴。所以说呢，你在这个村子里走你看到的所有的颜色都是泥土的颜色，都是黄色。但是唯一一个不同的。就是家家户户这个门它用了彩色，从这个门上就体现出来新疆的色彩文化，就是花花绿绿的。那这些颜色其实你放到其他地方来看的话，就是很俗气，但是呢，和这些黄黄的这种房子配合到一块儿，它就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很精致，像个画一样。你看，比如说传统的维吾尔民族服饰也是这种很花，再有就是这个小帽然后也是那种花花的，当地人非常喜欢这种颜色浓郁的感觉。光这一小块你还用了几种颜色？1、2、3、4、5种颜色。走到这个山坡上呢，就是这个村子的最高处。那回头一看其实这个村子不是很大，然后这里就是火焰山。
哎呀，现在这个温度是非常的高，不知道是在这个方向还是这个方向，有一个洞叫做千佛洞，是佛教文化的一个古迹。那这个洞里头有很多精美的壁画，还有经文。那有的朋友就好奇了，哎，这个村子呢，刚刚明明看到是伊斯兰那个清真寺，怎么还有佛教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它这个地方是多种文化交汇的一个地方。那最早的时候是游牧民族来到这儿，然后后来呢，受到中原这个佛教文化的影响，然后再后来呢，就伊斯兰教进入了。也就是说，别看这个村子小，是里头有各种各样的文化。这个千佛洞呢，距今是1500多年。这个洞也验证了一点啥呢？就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其中一个路线，就是西域的路线。当然，有很多人说啊，这个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有很多，有的时候在海上，有的是从云南那边，还有就是西域这边。然后这个洞啊，里头本身是有很精美的壁画，但现在为啥不让看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在19世纪的时候，有很多这国外所谓的这探险家来到这儿，就很粗鲁的拿那种刀子，把里边的壁画全部都割掉了，全部都割走了。现在呢，正在维修。那些壁画现在在哪儿能看呢？全世界啊，各个国家，咱都不说哪些国家了，很著名的这些博物馆里头都有这个洞里头，然后出去的一些壁画呀、一些经文、一些佛像。你只要不砍，他就一直活着。往这一站，这堆小朋友啊，不是詹姆斯，就是科比，买个水。累了吧？我就行行行，我累了，我渴了。还会做生意啊？这不是科比就是詹姆斯。咋卖的？给我介绍一下咋卖的。小的5块钱，大的10块钱。啊，给我来个大的吧。大的。哪一个最好喝？这个芒果的。啊，芒果的。不是，这3个都好喝。你没有喝过吗？3个都好喝是吧？你给我说一个。喝这个吧。喝这个。来，等一下。喝这个吧。凉不凉？喝这个就是草莓的。调冰调酱。啊，这个好。凉不凉？凉。这个是16支，是不是16支？3枚支还是16支？10块钱。这个是16的。啊，这个是3枚的。好了，不要了，扔出来了。好，可以了。你们是哪里人？我们是陕西西安，知道吗？你们是内地来的吗？对，内地来的。尝尝这个酸梅汁。小朋友太会做生意。刚刚的好东西，好大大的好东西。对，大大的好东西，亚克西是吧？这个好喝怎么说？用维语好喝怎么说？好喝的东西，这个好喝是好喝的。你都不会了，你看让我教。棒棒的这个，好，棒棒的。耶，你们2个是不是特别喜欢科比？知不知道科比？知道，我也是。黑曼巴。黑曼巴，你们2个。我也是。你是喜欢詹姆斯是吧？我喜欢科比。哎，他们你们这里头谁打球最好？我。这么自信的，直接喊你，不用别人说。哎，他们玩怪兽发的都是篮球。哦，你们最爱玩篮球是吧？有些人爱玩足球，我爱玩足球。现在不存在球，那不存在，现在不存在呢。啊，葡萄味儿。哎，这个村子里的小朋友都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天真。我在这个村子里转了转，我发现有很多小男孩啊，穿的这个衣服不是科比就是詹姆斯。哎，大家会想啊，这2位巨星难道在这个村子这么受欢迎吗？你看啊，来到这儿呢，不能按照常理来思维啊，应该逆向的来思考。怎么思考呢？我估摸着这旁边这个巴扎上肯定有一个老板啊，专门进货就进这2件啊，所以说呢，这2件就卖爆了。你这个老板要但凡进个库里哈登啊，也不至于小朋友这么单调。哎，我突然发现这儿的商机了，你看。这个季节来到吐鲁番这里呢，想吃最有名的葡萄你是吃不到了，它不是季节。但是呢，哎，你看我的头顶上全部挂满了桑葚，这是桑葚树。那这些树啊，在整个村里头遍地都是。也就是说，你随便站在一棵树底下，手一抓就随便吃，畅吃啊！但是啊，大家不要觉得阿行，你看这没素质，人家家门口的树你随便吃。我跟你讲，你看这地上没有？全部都掉了，当地人都不要了，而且这一排过去啊，每一棵树上都挂满了果子，哎呀，这就正适合我。虽然说是无限畅吃啊，但是咱也少吃点是吧？吃一颗尝尝味儿啊。哎，我拿颗最大的，哎呀，这是熟透了，稍微摘下来，你看，鼓鼓囊囊，尝尝啊。哎呀，忒甜，再来一个，再尝尝，这个大。哎呀，这一下子手上都染上颜色了。
最后再来一个吧，最后一个。真甜！哎呀，这不敢吃了。你看这手上、嘴上全是这颜色，一会儿这村里人一看就是说，哎，这小子没少吃我们村里人。行。你看我还偷摸吃，你看人家当地人直接骑到树上吃，这小姑娘，还有这小伙子爬这么高，哎呀，这么能爬了，别掉下来了。上面的味道和底下不一样，是不？10块钱啊！虽然呢，在这里啊，树上是随便吃，你看这顶上随便吃，但是呢，咱还是要买点，是吧？来到这个村子里支持一下旅游，这就是古丽家的桑葚，非常的肥美，这是纯天然的啊，直接可以吃。哇，好甜！看到这些建筑呢，一下让我想到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动画片，叫做《阿拉丁未经琢磨的钻石》，阿登神丁。要么说这小孩不能老玩游戏，是不是？你看我站在这高处啊，看见这样的景色就想往下跳，这为啥呢？一看就是《刺客信条》还《波斯王子》玩多了，这看见房檐子就想往上爬，得控制。从麻扎村开车1个小时呢，咱就来到了吐鲁番的市区。我现在所在这条巷子叫解放路，这是一条当地的民居，一个小巷。你看这门啊，也是维吾尔族的特色。今天咱来这儿要吃一个大菜，啥呢？就是烤全羊。哎，那是不可能的，这么大个羊我也吃不完，是吧？就这儿来，大院原味架子肉，在新疆呢，架子肉也很有名。来尝尝。它这个小店就是一个民居，是自己的院子。他这个店呢是没有菜单的啊，直接就在这儿点。哇，新鲜的羊肉！就只能在家里面点那个我们现烤。现烤的是吧？对。这个是啥？架子肉。这架子肉，就那个旁边的是安全的南根肉，2种烤肉有。2种烤肉。对。羊肋条肉。妈妈也能理解。1公斤多少钱108。108是吧？给我来上1公斤。再给我来点那个啥馕坑肉串。几串有多大？等一会儿啊，好，你给我拿上，我看看一串有多大。哦，你看它这个架子肉呢就在这儿，这个是调料水是吧？皮牙子盐。哦，馕坑肉就这个。哇，给镜头看看，哇，这么大的馕坑肉。来个5串吧。好，5串。在这吃的。在这吃。好，你们先走。还有豆豆面有是吧？有。再来个豆豆面，我再带点凉菜。好，我看咋烤的。我们现烤，全部新鲜的。新鲜的。烤的全部过程中你们自己看到的。哇，好香啊！站在这闻见非常香的香味，尤其是你还能听见这种滋啦滋啦悦耳的声音，哎呀，这口水立马就流下来了。在以前的这种馕坑啊，它是泥制的，然后用的是木材。像现在呢，你看有一些是拿煤炭，这个就是煤炭，是无烟煤，然后炭加了以后温度非常的高，就开始烘烤了。这边烤肉进了炉子，咱就看这边还有豆豆面。这个是豆豆面。豆豆面是个汤面。你多大年龄了？76。哦，厉害，76。
了不到半个小时呢，现在肉就烤好了。这个是5串馕坑肉串，这个呢就是架子肉，它从那个架子上卸了下来，这是1公斤的，然后底下配了一个馕，我还撒了很多盐。这个呢是3个凉菜啊，虽然是3个凉菜，这个皮牙子它不算，因为是要吃这个架子肉的。在这个小院里头坐在这儿啊，哎呀，凉风吹着啊，一抬头呢，那边就是葡萄房啊，这里呢你看这么多桌子，还有维吾尔族这种特色，尤其是这个湖，你看特别的漂亮。这下从广东跳到了新疆，不但不用烫碗，连筷子都不用了，直接上手。大家看这个天色，以为是下午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是晚上的9点钟，因为这里呢10点钟天才黑。哇，这么大一块，看这块应该是羊排，它这个部位呢，感觉肉很多啊，这里有点焦焦的，然后这边呢还有点红，这一块也不小了，你看跟我胳膊比一下，我胳膊算粗的啊，尝一尝。哇，这一口下去了，肉都酥了，都化了，因为外边有点肥油，你看没？这个肥油入口就咔嚓一下，然后直接就像汁水一样爆炸开了。尝这块瘦肉，瘦的一定要配点肥的。吃点肉，赶紧来口馕。它这个馕呢，上面还有一点的葱花。这叫皮牙子，这个就是洋葱，但是新疆这呢叫皮牙子。这皮牙子太提味了。哇，太过瘾了！这里的烤肉，你看多么的粗犷，直接整块肉在里头烤。烤完之后呢，你看就撒了点盐，这还有盐的颗粒，然后一点点辣椒，一点点的孜然粉。那很多人啊，感觉新疆的美食就是重口味，其实是一种误解。你比如说像这个，里边根本就超不过5种的调料。哦，面好了是吧？哦，谢谢。豆豆面。哦。哎呀，这桌太丰盛了，这还没吃啊，这就不过了。我跟你讲，为啥这个面叫豆豆面呢？不是因为它切成一丁一丁像豆豆一样，是因为里头有白豆。这个白豆呢，在其他地方很少见，几乎没有。来到吐鲁番这里啊，才能够吃到这个豆豆面，所以说啊，一定要尝豆豆面。你离开吐鲁番以后，你可能吃不到了。哇，够味儿！这个它其实就是一股很浓的羊汤味儿。虽然叫豆豆面，但是这里头的豆豆呢，它其实是辅料，就起到这种增香的作用。因为在这里啊，温差比较大，然后日照时间比较长，这个土地呢是盐碱地，这里的豆子就特别的香，所以这个白豆很有名。里边有点番茄的味道，还有辣椒的味道，哦，还有点碎碎的羊肉末。本身这个豆豆面呢，原版就是这个样子，它是一个汤面，但是当地呢，因为太爱吃干拌面了，也可以做成干拌的，就是炒上一份像臊子一样的，然后和面一拌。我要把这个馕泡这个汤里头。在这里啊，馕这个主食啊，就是百变的，咋吃都好吃。但是再香它也没肉香。拿这块肉比较突出，就吃它。这块呢就不是羊排了，是一个羊腿。受不了了吧？受不了，赶紧活下啊！太香了。我还是更喜欢吃那种比较干干的，吃起来有韧性。就吃来吃去啊，怎么感觉这个馕好吃？因为它沾了很多羊油，然后还有点盐在上面。现在馕坑肉串，这个可没有骨头了，直接上去全是肉。这个馕坑肉串呢有2种做法，那他家呢就是直接挂了点这种盐水啊、皮牙子水，那还有的在上面要刷上这种蛋浆，那个蛋浆里头有面粉，还有点咖喱粉，各种混合调料，然后打了鸡蛋刷上去啊，这个它就是原味的，就加了点盐水。哇，我的口味更爱吃这个肉串，因为它不是很大，它腌的很入味儿。这南方的朋友来到这儿，可能不太习惯吃这个馕。你肉吃没事，因为肉都差不多。这馕呢，非常的筋道，很硬，看
但是像我这西北啊，就喜欢吃这个，特别的有嚼头。在当地呢，还有一个更高级的吃法，来夹饼，这个肉直接夹到里面。这个太短了，只能夹一半，再稍微压一下，把里边的油压出来。看，这几个月啊，好像没有吃碳水配碳水了。在新疆这里啊，说到馕坑肉啊，其实馕坑肉它是一个统称，在馕坑里烤的所有肉你都可以叫馕坑肉。但是呢，在新疆这儿，人家特指的是这个馕坑肉串。那这个呢，它就不叫馕坑肉，叫架子肉，因为是在架子上烤的。这架子肉一般就是什么羊腿啊、羊排啊或者羊脖上的肉，还有那烤全羊。烤全羊它其实也是在馕坑里头烤出来的。说到这个肉呢，咱再说说这个馕。这馕呢，大家都知道是新疆的主食。中原人啊，把这个馕叫糊饼。这个馕呢，其实是波斯语的音译，就波斯语指的面包这个意思啊。这个馕啊，距今啊，考古是有2000多年历史了。怎么考的古呢？就在吐鲁番这里啊，出土了就半块馕，这2000多年前这当地的人啊吃剩了的半块馕。为啥这个馕能流传这么久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它本身是烤制的很干很干，而且这里呢气候也很干，这土地啊全是沙子，所以说呢2000年了，那半块馕啊还在博物馆放着呢。其实关于这个馕还有馕坑还有很多很多要讲的知识点，后面的视频咱再讲啊。来新疆咱出好几期视频，先让我吃着啊，人太多了，你看这再不吃就凉了。完饭呢，上来这是个平台，这一个床，这个床呢应该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，人家躺在这儿睡觉，应该也不是啊，一个滚下去容易摔死。今天这顿架子肉吃完呢，有3样是我最喜欢的，一个是这个馕，还有一个呢是豆豆面，最后一个就是馕坑肉串。虽然他家这个名字打的是架子肉，但是我个人的口味不是很喜欢架子肉，我觉得这个肉串更有感觉，更有滋味。这顿饭一共花了225块钱，给大家预告一下先啊，就是新疆的美食之旅啊，后边视频还有很多，大家会发现我这个脸上是逐渐的增大啊，这就是新疆的增肥之旅，不是？今天吃完这顿啊，咱就正式开启了新疆的美食之旅。好，那就这样。